姐姐。我是郭晓楠，是上海的戏剧导演。最近呢，与上海昆剧团合作，排演了全本55出《牡丹亭》。在昆曲有4大作品之说，唯独《牡丹亭》他写的是人鬼情未了，公认为可以与莎士比亚齐名的一部东方式的戏剧作品。更多的是选择片段，选择几折，久而久之会让观众停留于这是一个爱情故事。其实不仅如此，后面还有波澜壮阔的明代社会的生活，因此它一定要55本演出才能相对完整的来表达原来的牡丹亭精神。故事很简单，少女在封建禁锢的环境下成长，16岁的时候做了一个春梦，第一次到过花园，第一次梦见了少年，然后呢就因梦而思，因梦而亡。在石道姑协助下，居然能够开棺复活，然后两个人艰难地得到社会的认可，得到皇权的认可，重回人生，得以团圆。汤显祖非常优雅地在写一个小女孩的灵魂，来表达了自己人性与礼教的那种激烈的对抗，那种激烈的程度我们当代人无法理解。明清时代的很多女孩子读完这本书就自杀了，因为她认为我体验了一次人生。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的淫词艳曲是最为丰富的，它不像西方的直接的肉欲啊，它的典故太多了，所以它会写得非常优雅。其实花神他剧本写的是墨，一般墨都是带胡子上来的，更趋向于现代美感，而不是传统戏原来用过的那些行当元素来完成，更加美化更加优雅，来辅助两个人的那次惊梦中的交媾。像这样的形体处理都是昆曲原来所没有的，你只有从现代舞你才能感受和找到。惊梦寻梦演出的场次太多了，大家有套路，有各种流派，都是继承了几代老师们的一样一样的动作，不能改的，它一定是在它的这个规定里去变化。包括他们两个人最后那个幽媾，两个人人罗人的那个水袖叠起来，他再把它叠起来。谢谢老少，吾今朝与一舍无人去。包括他一搂坐在他的腿上，最后那一下入怀的那一下，这是很大胆的，戏曲不大敢这么处理。你的幅度是多少，你的张力是多少，你的水袖要表达什么。戏曲是靠手眼身发布，有点工匠精神才行。这是个细活，它的整个舞台呈现运用多媒体的结合，真的是很华丽很华彩。要把55出全演下来，这是个浩大的工程，因为它张口就是曲牌，那它可能一折都要演3个晚上。如果你不一个字一个字去选，你会丢掉很多东西。这次演出已经做到相对完整了。在99年35出的那个阵容超强大的国宝级的艺术家的3个晚上的戏，用了3组6个演员分开演。但是这次呢，是一对新人从头到尾8个小时演出，一团火的那种状态。我们从7月10号建组，演员的作息是以团为家，以戏为本，没有自己的时间的。
因为他在转台中去表演，在转台中上场，在那下场，有2-3个演员脚被扭伤。看到他们很坚守昆曲这件事儿，很要把一生的这个生命价值扑到这件事里边。我妈妈怀着我还在台上创戏呢，这是胎教，这从小你就明白了，你就知道戏是什么。82年开始算吧，40多年了，就没停过导戏。戏曲不现代化，你就会淘汰。需要我们身体力行者要给到观众一种你确实在向前走的一个模板。现在中国有一个概念叫天下第一团，就是还剩下一个剧种的一个团还有121个。昆曲当年如果没有非遗这口气已经很累了，全团的从上到下的几代人共同的心血寄托在《牡丹亭》身上，我觉得这对我也是一个机会。我这条路已经明白了，像《牡丹亭》我觉得硬骨头可以啃一啃。你坚守的是东方艺术精神，可能更宏大一些，更人格一些，你是在跟世界对话，生命价值就在这儿。